太檢邊境的炮火剛響，中國造 VT4 主戰坦克就先被推上了全球熱搜。不是因為打得有多猛，而是一則炸膛傳聞讓外媒和一群不明真相的網友來了精神，差點把這款外貿明星裝備黑成了工業廢品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這兩天的網上那叫一個熱鬧，先是一位自稱太軍第21騎兵營第1坦克連出身的博主 Dalek Galiberter 跳出來爆料說 VT4 主炮炸膛還傷了3人，隨後甩了2張坦克受損的照片。好家伙，有圖有真相的套路一擺，西方媒體跟打了雞血似的往上衝。美國軍事媒體 Defense Blog 帶頭轉載，各種離譜猜測瞬間發酵。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，有人硬編，為了省錢 ，VT4 的125毫米主炮和車體用一樣的鋼材，這話離譜到什麼程度？就像說折疊自行車和航空母艦用同一種鋼材一樣，把網友當傻子糊弄。小編都忍不住想反問，要是中國工業能力能把坦克全車鋼材統一還不翻車，那早就統治全球制造業了，用得着在這兒跟你掰扯？就在黑稿漫天飛的時候，駕駛這輛 VT4 的泰國3等中士納隆德康皮蓬直接出來打臉，這輛坦克從第一天就開始射擊，已經打了200多發。而且是持續不斷的射擊，故障是高強度使用導致的。VT4 就是戰場最強武器。這話一出來，不少懂行的軍迷都笑了。坦克炮又不是機關槍，哪經得住這麼造？小編給大家科普個常識，坦克炮的射擊壽命本就有限，還特別忌諱連續高強度射擊，打完後需要冷卻保養才能繼續使用。而泰國士兵這操作，相當於把 VT4 當成固定炮台用，200多發炮彈連軸打，中間不休息不保養，這哪是用裝備，分明是在做極限破壞性測試。換任何國家的坦克來這麼一下，都得出問題。更別說所謂的炸膛證據根本站不住腳。小編仔細看了博主發的照片，坦克炮塔正面有明顯被彈痕跡，左側的爆炸式反應裝甲都被引爆了，炮長鏡和車長周視鏡的保護玻璃被擊碎，只留下圓孔，車體後部的2塊側裙板不翼而飛，拖帶輪上方結構還出現塌陷，這些特徵哪點像炸膛？看看以色列梅卡瓦4、土耳其 M60、美軍 M1A2 的炸膛案例，哪一個出現過爆反被引爆、觀瞄系統被彈片摧毀的情況？反而有個細節特別可疑，博主放出來的照片裡 ，VT4 的主炮已經被拆除了。要知道 ，VT4 採用的是非前抽式炮管結構，更換身管得從炮塔後方拆除。這些照片大概率是維修過程中拍的，偏偏選在這個時間點放出去，還故意說炸膛，很難不讓人懷疑是故意帶節奏。其實坦克炸膛從來都不是什麼新鮮事兒，國外坦克炸膛的案例一抓一大把。2023年，美軍 M1A2 坦克在訓練中炸膛，炮管直接報廢。2022年，土耳其 M60 坦克在敘利亞戰場因為連續射擊導致炸膛，造成2人受傷。以色列梅卡瓦坦克也曾多次出現炸膛事故，這些時候怎麼沒人出來質疑這些坦克的質量？輪到中國就開始雞蛋裡挑骨頭，這雙標玩的也太明顯了。小編猜測，這背後就是西方典型的認知作戰套路，先找個所謂內部人士拋出離譜消息，植入 VT4 質量不行的印象，再找另一個內部人士出來看似辯解，實則強化 VT4 確實炸膛的核心觀點，最後通過外媒放大傳播，形成輿論閉環。這和當年西方抹黑蘇聯 T72 坦克的套路如出一轍，就是想借衝突之機打壓中國軍工的國際聲譽。說起來 ，VT4 作為中國兵工集團研發的新一代外貿坦克，實力早就經過了市場檢驗。它傳承了 MBT2000 坦克的技術基礎，還融合了903坦克的先進技術，部分性能甚至超過了國內的99式主戰坦克，整體達到世界先進水平。2017年，泰國成為第一個購買 VT4 的國家，巴基斯坦更是批量引进。2024年，塔克希拉重工生產的海德爾主戰坦克 VT4 仿制版已經批量下線。要是質量真有問題，這些國家能心甘情願下單，還追加訂單嗎？
有意思的是，泰國這波操作也暴露了自身的短板。但凡炮兵給點力，也不至於把坦克當固定炮台用。說白了，還是欺負柬埔寨沒有反炮兵能力，才敢這麼肆無忌憚。要是放在俄烏戰場上，別說打200多發，能原地打20發不挪窩，要麼被反擊炮火覆蓋，要麼被光纖 FPV 無人機盯上，早就成廢鐵了。小編覺得，泰國與其買坦克當炮台用，不如直接買中國的181卡車炮、122卡車炮，專業打炮的裝備，打幾百發都沒問題，射程還遠，精度還高，性價比比這麼造坦克高多了。解決完 VT4 的疑雲，再看泰柬衝突本身，這波升級的激烈程度遠超預期。自2025年12月7日衝突爆發以來，雙方炮火不斷，截至12月14日已經持續1周，多地淪為戰場。更讓人意外的是，連美國總統特朗普出面勸和都沒用。12日，特朗普分別和泰柬領導人通話，還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兩國同意當晚停火。結果泰方當天就否認，13日更是直接拒絕了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的停火倡議。泰國看守政府總理阿努廷放話，要打到領土和人民不再受威脅為止，態度強硬到不惜得罪美國。很多人都看不懂，10月26日剛簽的和平協議才管了1個多月，7月的衝突打了5天就停了，怎麼這次就非要死磕到底？其實表面上看，導火索是11月泰國士兵邊境觸雷受傷，雙方互相指責，但根本原因遠沒這麼簡單。現在的泰國看守政府總理阿努廷正處在執政困境裡，抗洪不力遭指責，提振經濟沒成效，承諾的修憲也沒兌現，反對黨還發起了不信任動議，一旦通過政府就得倒台。無奈之下，阿努廷只能解散國會下議院，提前大選，這是內向求生。而在邊境衝突中高調示強，就是界外脫困。熟悉泰國政治的都知道，界外部衝突拆解內部困境是老套路了。阿努廷現在綁定邊境衝突，塑造捍衛國家主權的強勢形象，既能激發民族主義情緒，轉移公眾對國內問題的關注，還能穩住執政地位，這就是一場政治豪賭。不過，小編覺得阿努廷未必能硬剛到底，畢竟泰國依賴美式武器補給，和美泰經濟聯繫緊密，抵制關稅衝擊的能力又弱。後續能不能用外交平衡術轉圜，還要看他的本事。除了政治因素，經濟矛盾也是這次衝突升級的重要原因。泰國的第1大支柱產業是旅遊，每年靠旅遊能賺約500億美元，佔 GDP 的18%。但近幾年泰國旅遊業崩盤，很大原因就是柬埔寨的電詐產業。很多遊客去泰國旅遊會被誘騙到柬埔寨的電詐園區，導致中國等主要客源國的遊客不敢去泰國。柬埔寨靠電詐每年賺100-200億美元，犧牲的卻是泰國的旅遊業。這種經濟利益的衝突早就埋下了矛盾的種子。這次泰國空襲直接炸了柬埔寨4個電詐園區、2個器官移植研究所和賭場，就是想借機鏟除這個毒瘤，同時佔據道德高地。現在的局勢已經陷入僵局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勸和沒用，馬來西亞總理調解無效。身為東盟輪值主席國的馬來西亞，只能緊急召集東盟外長特別會議，還派了觀察團監測局勢。小編覺得中短期內在各方調停下可能實現階段性停火，但隨着泰國明年1至2月啟動大選，出於國內政治需要，邊境摩擦可能再次爆發，長期來看會陷入小衝突、大調停、再衝突的循環。最讓人揪心的還是衝突帶來的人道災難。截至12月14日，泰柬雙方已有數十人喪生，包括平民和士兵，超過50萬人流離失所，只能住在防水布搭建的簡易帳篷裡，靠有限的援助物資生存。一位63歲的柬埔寨老人在避難所待了6天，有家難回，無奈地說：“我希望這一切停止。”這話道出了所有難民的心聲，可戰火卻絲毫沒有停歇的跡象。說到底，泰柬這場衝突就是雙輸局面，要實現長久和平，靠打仗根本解決不了問題。雙方得從爭議地區爭奪者變成發展利益共享者，加強經濟合作，同時用中國倡導的共同、綜合、合作、可持續的安全觀化解矛盾，這才是根本之道。畢竟對於普通民眾來說，安穩過日子比什麼都重要，誰也不想在炮火中流離失所。
最後再回到 VT4 的話題上，經過這次衝突的檢驗，即便被泰國士兵這麼暴力使用，也只是出現故障而非質量問題，反而證明了它的可靠性。那些想借這件事抹黑中國軍工的人，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。而泰檢衝突的後續發展還得看各方調解的效果。小編真心希望戰火能早日平息，難民能早日回家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